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Jimbo Piano。首先呢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如果提到小调和它所在的音阶的话，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也许你的反应是，我知道啊，不就是6、7、2、3、4、5吗？没有错，但事实上，小调的奥秘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。那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就来揭开它其中神秘的面纱。那么第一步呢，其实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在小调里面呢，它其实分了3种不同的类型。第一个类型呢，就是自然小调，就是 natural minor。第二个类型呢，就是和声小调 harmonic minor， 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其实就是 melodic minor， 就是旋律小调。如果我们是放在 C 上面的话，它本来的音阶是这样的。所有的白键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教的是小调，所以我将 C 变成 C minor。那么这个 C minor 所对应的这个大调是什么样的呢？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找到它的大调，就是当我们谈到这个 C 这作为一个根音的时候呢，它的第3个半音就是 D flat、D 还有 E flat， 所以这个 E flat 呢就是 C 的第3个半音，所以这个 E flat 呢就是 C minor 的这个自然大调，所以 C minor 呢也是它的自然小调，或者说是它的关系小调。那么既然 C minor 就是 E flat 的这个自然小调，那么它的音阶呢自然就是 E flat 的音阶，所以它的音阶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自然小调的音阶。那么什么是和声小调 harmonic minor 呢？ harmonic minor 呢就是在自然小调的基础上面7音升半音。好，我们刚才已经学到了这个自然小调的这个音阶呢是这样。OK， 所以这个和声小调呢就是7音升半音，所以我们来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本来这个7音呢是这样的，但是它的7音现在升半音，它就成了这样。所以我们下行一下。好，这就是 harmonic minor 和声小调。那么什么是旋律小调呢？旋律小调在上行的时候呢，就是它的6音跟7音各自升半音，但是在下行的时候呢，它又回到了自然的小调，所以它的音阶上行的音阶是这样的。好，下行的时候呢，回到自然小调的这样的音阶。好，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在这个和声小调里面。那么第2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去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大调和弦进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1、6、4、5的和弦进行，作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那么 C 大调里面的这个1、6、4、5呢，它就是这样：1级和弦 C 和弦，6级和弦 A minor 和弦，4级和弦F 和弦，5级和弦 G 和弦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把 C 大调变成 C 小调，就是还是弹1、6、4、5的时候呢，那么它这个1、6、4、5呢只是意义上面的1、6、4、5，所以它的和弦呢会不一样。所以1级和弦呢，它可以这样弹 C minor 7和弦。好，6级和弦呢，它可以这样弹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和弦呢？如果我们松开左手的话，只弹右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A flat diminished 7，就是降 A 减7和弦。为什么会弹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学到了这个 C minor 和声小调的音阶呢，它是这样。你看，它的是降 A 的，它不是 A 的，它是降 A 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弹6级和弦的时候呢，它也同样的需要降 A 这个音，所以它弹的这样的是一个 A flat diminished 7和弦。好，4级和弦呢，因为它的也是降 A， 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弹 F minor 6或者是 F minor 和弦。OK， 5级和弦呢没有变，还是 G 和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弹一次1级和弦 C minor 7和弦，6级和弦 A flat diminished 7，就是 A flat 的这个减7和弦，4级和弦 F minor 和弦，5级和弦 G 和弦。其实当我们弹 C 大调的这个1、6、4、5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听到呢，它是一个很明朗、很阳光的这样的一个和弦进行。但是当我们去弹到这个 C minor
和声小调的时候呢，所以有没有发现它是有一种神秘感？还有呢，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弹古典音乐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二步，就是要在这个大调和弦里面呢，去找这样的一个1645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。那么第三个步骤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C minor 和声小调的和弦进行呢，去加一些节奏，譬如是注释啊，或者是这个分解啊，或者是爬音，让这个整个的和声的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。譬如注释和弦，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点点，现在呢可以回顾一下：1级和弦 C minor 7和弦，6级和弦 A flat diminished 7，4级和弦 A minor 和弦，5级和弦 G 和弦。好，现在分解一下，譬如可以用一些上行爬音，6级和弦，4级和弦，5级和弦。所以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给 C minor 和声小调呢加上一些节奏、注释、分解或者是爬音的时候呢，它出来的效果呢就会很不一样，而且呢会有一种真的有一种很古典的这个味道。那么第四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 C minor 和声小调里面的1645呢加一些9音、11音、13音，就挂留音呢，让它能够变得更加高级起来，听起来的和声效果也会更加的饱满。1级和弦，我们本来用的是 C minor 7和弦，但是我现在呢不用这个 C 音，用的是这个 D 音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C minor 9和弦，1级和弦。那么6级和弦呢，我们本来是这样弹的，但是你看右手它是 B D F， 但是我现在将这个 C 音也加上，也就是将这个 C minor 和声小调的音都加上。好，6级和弦。那么4级和弦，我们现在可以弹的是 F minor 13。本来呢，我们弹的是F minor， 但是现在呢，我将它的7音，跟着呢这里的9音，还有 A flat， 还有它的13音，将它弹上，它就成为了一个 F minor 13和弦。OK， 那么5级和弦，我们可以将它变成一个 G 11和弦，本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将这个 C 音加上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G 11和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将这4个和弦呢连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。当我们弹这些高级和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听出来呢，它这个和声的效果呢会更加的饱满，还有古典的味道呢会更加的凸显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结合一下掌握 C minor 和声小调4个步骤的一些即兴的弹奏，还有哼唱，大家可以听一下效果是怎么样。和声小调放在1645的和弦进行里面，是不是顿时感觉很奇妙，很有古典的味道呢？如果大家想要把1645这种常见的和弦进行弹得更好的话，除了今天的这个视频以外呢，可以继续的回顾我之前的这个如何把1645弹得更高级的视频。同时呢，我也会在将来呢和大家分享更多小调的知识。
今天的时间呢，真的过得特别快。那我们就下期继续聊聊钢琴即兴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